大家好，我是 Masa。这一次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很好吃的日式便当。它叫唐揚げ弁当，然后中文是日式炸鸡便当。我介绍料理的时候，常会有收到询问啊，老师有什么好吃的便当料理？那基本上没有那种专门装在便当盒里面的料理。我们常会在家吃的东西都可以装在便当盒，只是要注意看这些料理冷却时候的变化的程度。因为我们日本吃便当的习惯是通常都是常温吃的，当然有人还是上班，那可能会有微波炉，所以可以自己加热，或者是可以用保温的便当盒。但是大部分的学生啊，在学校吃便当时候都是早上做好的，到中午就直接打开吃的。所以这一次我选了几样菜色，都还蛮适合装在便当盒里面的。那做法是很简单，好，那我们就开始做。
那装在便当盒我来先介绍一下有什么便当盒。像日本的话，最近常会有看到像这一种木头的便当盒，它有像这种椭圆形的，还有这种圆形，看起来是很小，但是其实很深，所以可以装的分量还蛮多的。那像这种便当盒是木头嘛，所以最好不要放在洗碗机器里面。然后很重要的是，你要让它完全干燥。这些塑胶的也是很好用、很好洗，也很好带，没有那么容易坏掉。如果你要买这些便当盒的话，确认它是可以加热，就是耐热。因为有的便当还是要放在微波炉加热，所以先这个部分稍微注意看一下。那当然可以用像这种台湾常会看到的便当盒铁的，这个也是蛮坚固，我觉得这个也是蛮厉害的。所以如果还是习惯用这种便当盒，当然完全没有问题。装在便当盒里面的时候，尽量不要用手，你可以用道具、筷子还是夹子，用那些道具慢慢装进去。装在便当盒之前，很重要的部分是，所有的料理都要完全冷却。为了保温，你就做好马上还热的样子装进去便当里面，然后盖起来。这样子带进去的话，里面容易闷，然后容易坏掉。一定要先把所有的料理冷却，才可以开始装在便当盒。好咯，那我来就开始装便当。OK， 这样子就有非常好吃的唐揚げ弁当完成啦。
OK， 现在这个便当可以开始吃啦，吼，太开心啦！最近都没有这样子装在便当盒吃。那么我来先吃这个炸鸡好了，哦，漂亮的颜色。ではいただきます。鸡肉是非常的嫩，而且很入味。这一次用的方式，我没有用到鸡蛋，直接腌好，然后再来用太白粉炸过的。所以像这样子的话，虽然它不是热，就是已经常温在吃，但是还是可以享受它的酥脆的口感。像这种酱油跟味淋做出来的口味是不吃热的，还是常温时候吃也是可以享受。接下来是我要吃这个玉子烧，这个玉子烧的口感也是非常的好，因为这一次是不吃单吃，还是有加入其他蔬菜，可以享受每一种不同蔬菜的口感。马铃薯。我觉得这个咖喱口味是非常的搭配。像一般的马铃薯沙拉的话，只有美乃滋的风味，但是像这一种加入咖喱的话，就是可以加多一个辛辣，就是像腥味，所以跟白饭一起吃也是非常适合。这一次的示范方式跟东厂不一样，我没有特别拍到切菜处理的部分。那你也是一样不一定要从早上起来从切菜的部分开始处理，这样的话太累了。就是这些东西你可以前一天晚上先准备起来是没有问题。比方说鸡肉，你先把它腌好，然后放在冰箱。像这种玉子烧，其实做好冷却，让它稍微定型嘛。所以前一天晚上先慢慢做好，放在冰箱，隔一天就直接拿来切，装在便当盒也是可以。那马铃薯沙拉也是一样，前一天先慢慢弄起来也是可以。所以做这种便当时候，大家不要太累，先计划一下你要做什么，你可以先准备什么，可以的话先前一天准备起来。当然不一定要这种3种组合，前一天你晚餐吃的剩下装在便当盒也是可以。那希望大家享受简单好吃的幸福便当，谢谢。